如果你被困一个气穴里，靠着水源存活了大约21天以上，而你的体重从原来的73公斤锐减到了54公斤，整整瘦了19公斤，那么你能存活下来吗？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南非斯泰克方丹洞穴潜水事件。斯泰克方丹洞位于南非豪登省，在其里面有一个结构复杂的白云岩洞。1984年9月29日，4位好友同属于一个洞穴潜水俱乐部，驱车来到了斯泰克方丹洞。他们分别是33岁的努诺·戈麦斯、29岁的彼得·维尔·胡塞尔，以及另外2位成员马尔科姆和约翰。他们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对米尔纳大厅的水下区域进行测量，绘制出其最大深度的图谱。努诺作为先行者，已在几天前进入过该水域，并在主通道预先铺设好了引导绳。整个潜水过程预计耗时1个小时左右。上午10点45分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约翰留在岸边作为后勤支持，负责接应和指引。沿着努诺布设的引导绳，3人一边测量一边前进。这段主通道约120米长，并不算特别艰难。他们很顺利地在40分钟后抵达了通道的尽头。这里有一个大约2平方米的穹顶状气穴。第3人在此短暂交流后，便准备按原路返回。如果一切顺利，10几分钟后，他们便能与岸上的约翰会合。当队伍经过一段遍布侧向孔洞的复杂通道时，殿后的彼得被五花八门的入口深深吸引。努诺很快察觉到了异常，他回头看到彼得落在了后面，便用潜水灯的强光晃了晃，示意他跟上。彼得会意，迅速归队。然而没游多远，同样的情景再次发生。这一次，彼得甚至停了下来，试图钻进一个狭窄的孔洞里一探究竟。努诺立刻游回去，并再次用手势强调，不要脱离队伍，紧跟引导绳。彼得做了一个理解的手势，似乎表示明白。几分钟后，努诺与马尔科姆成功穿过最后一段狭窄的通道，回到了开阔的米尔纳湖区。当他们回头准备迎接彼得时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。那道熟悉的身影，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消失在了他们身后。努诺和马尔科姆焦急地在原地等待，他们用潜水灯不断向来路发出信号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15分钟过去了，空气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。努诺的耐心和侥幸心理被彻底击碎，他转身沿着引导绳向回搜索。然而，一个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。彼得之前来回的游动和探索，搅动了洞底沉积多年的细密淤泥。在封闭的洞穴水环境中，洞底通常覆盖着一层极细的未固结的沉积物，潜水员的蛙鞋踢动、身体触碰，甚至呼出的气泡都可能轻易地将这些沉积物搅动起来，形成淤泥效应。此刻的努诺和马尔科姆就面临着这样的绝境。浑浊的泥沙将整个水道笼罩，他们只能靠手摸索着引导绳前进。2人往回搜索了大约30米，检查了沿途所有已知的侧道，却一无所获。更危急的是，他们气瓶中的压缩空气已经所剩不多。如果继续停留，他们自己也将面临溺水甚至迷失的风险。他们不得不放弃搜索，立刻返回水面求救。浮出水面后，他们立即向岸上的约翰说明了情况，并火速报警。当天下午，警方救援队抵达现场，展开了搜救。但此时，整个米尔纳湖下游的水体已经被搅得浑浊不堪，能见度不足1米。搜救潜水员只能像盲人一样，靠手摸索着前进。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搜索了主引导绳沿线，但没有发现彼得的任何踪迹。由于水体情况极度恶劣，搜救行动的风险巨大。不久后，现场指挥官做出了一个让努诺等人无法接受的决定：暂停搜救。更离谱的是，警方似乎基于经验，主观地判定彼得在如此复杂且能见度为0的环境下，已无生还可能，很可能已经溺亡。努诺心急如焚，他知道彼得可能还活着，因为这个洞穴系统里有很多气穴，他很可能找到了其中一个，正在等待救援。他恳求警方不要放弃，因为现在正是救援的黄金时间。然而，警方不但没有听取他的专业建议，反而为了安全起见，禁止包括努诺在内的任何人再次下水，并随后封锁了整个洞穴，正式终止了积极的搜救行动。让我们将视线转回水下，回到彼得第3次脱离队伍的那个瞬间。他被一个侧向通道的神秘所吸引，在没有告知队友的情况下，擅自松开了引导绳，钻了进去。当他满足了好奇心，想要返回主通道时，却发现自己彻底迷失了方向。由于他搅起的淤泥，周围的能见度迅速恶化，那条救命的引导绳再也找不到了。恐慌开始侵蚀他的理智，导致呼吸急促，空气消耗速度远超预期。
在绝望中四处游荡的他，无意间发现头顶有一片空间。他奋力向上，头部冲破水面，发现自己竟然处在一个从未被记录过的气穴里。劫后余生的狂喜是短暂的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。这个气穴为他提供了赖以呼吸的空气，周围的洞穴渗水也解决了饮水问题。但他没有任何食物，身上只有一件潜水服来抵御洞内大约3到4摄氏度的低温。他坚信队友一定会回来找他，于是他开始在这里静静地等待。在有充足水源但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理论上可以存活3到4周，甚至更久。身体会首先消耗掉储存的糖原，然后开始分解脂肪和肌肉组织来提供能量。同时，低温是另一个致命杀手。当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，会引发低体温症，核心体温持续下降会导致颤抖、意识模糊、心率减慢，最终导致心搏停止。饥寒交迫的彼得决定不能再坐以待毙，他脱下部分潜水装备，顺着气穴连接的一条向上的干燥通道攀爬，希望能找到通往上层旱洞的出口。然而，这些通道蜿蜒曲折，最终都以死胡同告终。他回到了水边的气穴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所在。为了让外界听到，他用自己沉重的气瓶一次又一次地用力敲击洞穴的岩壁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敲击岩壁的时候，一支搜救队就在几十米外，但由于水和岩石的隔音，他们并没有听到。而这些猛烈的撞击也可能损坏了气瓶的阀门，使其最终无法使用。在地面上，时间以截然不同的节奏流逝。接下来的6周里，警方的搜救行动堪称敷衍。他们只是在每个周末才象征性地派人进入洞穴进行例行搜索。这种打卡式的搜救更像是为了应付程序，而非真正为了寻找一个可能还活着的生命。每一次结果都是一无所获。时间来到11月3日，距离彼得失踪已经过去了36天。在警方看来，即便彼得没有溺亡，也早已因饥饿或低温死亡。因此，他们正式宣布取消对斯泰克方丹洞的封锁，认为搜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努诺和他的朋友们心如刀绞，但他们从未放弃。既然警方不允许他们下水，他们就决定从上层的旱洞区入手。他们判断这个小洞很可能与下方的水系相连。当他们终于能挤过这个狭窄的入口后，在一个靠近水边的干燥平台上，他们发现了彼得，但他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气息，水装备散落在身边。很明显，他是在极度的饥饿和寒冷中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死去的。而在他遗体旁的沙地上，努诺发现了一行用手指清晰写下的话语：我爱你们，雪莉和妈妈。雪莉是他刚结婚2个月的妻子的名字。彼得的死亡时间大约在10月20日之后，这意味着从9月29日失踪算起，彼得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气穴里至少孤独地存活了3到4周，大约21天以上。他的体重从原来的73公斤锐减到了54公斤，整整瘦了19公斤。